黑海舰队最后一艘舰艇撤出克里米亚，没有海军的乌克兰赢得了这场战争。俄乌继续爆发战斗冲突，俄军伤亡创造纪录，单日阵亡人数超1000人，近2月已经损失7万余人。北约峰会召开，盟友将向乌克兰提供数十套防空系统。乌军如何使用 F-16作战，同时又该如何解决 F-16部署之后的难题？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在节目的最开始，先来看看俄乌战场的最新情况。7月15日凌晨，克里米亚再次遭遇无人机袭击。根据媒体报道，黑海舰队最后一艘舰艇已经撤出克里米亚，自此黑海舰队成为历史。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乌军在7月15日凌晨对克里米亚目标发生了无人机袭击，袭击对象是俄军第12防空导弹团的 S-400、S-500 防空部队，部署在克里米亚费奥伦特角地区的别墅合作设施间。在本次袭击中，俄军一座雷达站受损， S-400 防空阵地也发生了剧烈爆炸。在袭击发生之后，塞瓦斯托波尔紧急拉响了空中警报，当地居民听到了剧烈爆炸声。根据塞瓦斯托波尔负责人米哈伊洛·拉兹沃扎耶夫的说法，俄军在空中击落5架无人机。其实从2022年8月开始，乌军就对克里米亚发动了持续不断的袭击。在最初的阶段，俄罗斯还能通过射击乌军无人机、防空演练或者是俄军演习来解释，但随着乌军袭击规模越来越大，这样的理由已经没有可信度了。为此，俄罗斯还推出了一种新的警报信号，并建议居民在2分钟内前往安全地点避难。但根据媒体了解，仅仅2分钟并不可能抵达避难地点，克里米亚的居民只能继续躲在家中。5月30日，曾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担任乌克兰总参谋部发言人的军事专家弗拉迪斯拉夫·塞列尼茨奥夫上校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逐步削弱俄军在克里米亚的战斗力。6月17日，乌克兰海军发言人博列滕丘克表示，乌军已经摧毁了黑海舰队1/3的作战力量。在2022年2月至2024年6月期间，乌军已经损毁或摧毁了26艘黑海舰队舰艇。而在冲突爆发初期，黑海舰队还拥有74艘舰艇。与此同时，乌克兰海军发言人德米特罗·普莱滕丘克对外表示，俄罗斯正在从克里米亚撤走黑海舰队最后一艘舰艇。没有海军的乌克兰能在黑海地区战胜俄罗斯黑海舰队，不得不说无人装备对俄军造成的威胁有多大。如今黑海舰队完全不敢在克里米亚部署，只能转移到俄本土地区，也从侧面说明乌军海上战术的成功。而在其他战场，俄乌仍在爆发激烈冲突。乌克兰总参谋部在7月15日发布战报称，截至7月15日22时，俄乌双方已经爆发了110起战斗。根据战报显示，俄乌在波克罗夫斯基方向的战事最为激烈，同时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库拉西夫以及托列茨克方向的攻势发动了大量攻势。其中在哈尔科夫方向，俄军在赫里伯基和沃夫昌斯克附近至少发动了15次突袭，而沃夫昌斯克附近的3场战斗冲突仍在继续。在该战场，乌军已经消灭88名俄军，并摧毁3门火炮、2套特种作战装备以及1辆装甲车等。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曾在15日白天发动4次突进，但都被乌军防住了。在西维尔斯基方向，俄军在15日白天发动了6次突进，试图突破乌军罗兹多利夫卡与尚卡缅斯基等地的防御。另外，在托列茨克方向，乌军也击退了12次俄军进攻。目前，俄乌最激烈的战场是在波克罗夫斯基方向，俄军至少发动了31次进攻，但都遭到了乌军有力反击，使得俄军造成344人伤亡，并损失了4辆装甲车、4门火炮、1辆坦克以及3辆军用车辆。综合乌克兰联合空战战略司令部在7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俄军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200人，同时损失了8辆坦克、15辆装甲车以及62门火炮。而根据英国情报机构的数据显示，在5月、6月期间，俄军在战场的平均每日损失已经达到了整个冲突期间的最高值，分别是1262人与1163人。这就意味着俄军在过去的2个月内损失的兵力可能超过了7万余人。随着俄罗斯继续扩大规模，向乌军阵地施压，未来2个月内，俄军的伤亡人数可能将保持在日均1000人。另外，根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在7月15日宣布，春季征兵工作正式结束，共有15万人应征入伍，并被派往前线作战部队或其他军事编队。俄罗斯此次春季征兵4月1日正式启动，动员士兵的派遣工作从4月15日开始。
为了保障军事运输，俄军通过15个航班、14个军事梯队、172个民航航班、多列客运列车以及军队公路运输车辆，来保障动员士兵的运输工作。按照惯例，俄罗斯每年春季、秋季都将动员一次。在去年春季，俄军征召了 14.7 万人入伍，去年秋季则是13万人入伍。如今2024年的春季征兵工作结束，紧接着可能展开秋季征兵。但看到俄罗斯刚宣布春季征兵结束，火力军只想说一句，俄罗斯每年只征兵2次，一次持续半年。以上就是俄乌战场的最新发展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北约最新动向。7月15日，西班牙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为乌克兰提供的10辆豹式主战坦克在完成维修和准备工作后已经运往乌克兰。声明显示，计划为乌克兰提供的10辆坦克是在位于塞维利亚省的军用工厂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并通过了相应测试。截至目前，西班牙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10辆豹式主战坦克。接下来是北约为乌克兰提供的其他援助。根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上宣布，将与其他盟友合作，以便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其中，美国、德国以及罗马尼亚将分别向乌克兰提供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荷兰等盟国将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组件，来组成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意大利将提供一套 SAMPT 型战略防空系统。加拿大、挪威、西班牙以及英国等盟友将为乌克兰提供 NASAMS 等战术防空系统。自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为乌克兰提供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而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以色列以及乌克兰近期正在商讨将以色列即将退役的8套爱国者转交给美国，然后再以美国的名义援助给乌克兰。面对北约盟友的支援，泽连斯基在当天表示，防空系统自始至终都是乌克兰的关键诉求。在泽连斯基看来，就是因为前线乌军装备不足，才让俄军占据一定的上风。为了降低前线作战部队的压力，乌克兰不得不利用爱国者创造出一种战术，让爱国者在前线进行机动设伏作战，并取得了一定战果，包括击落俄军预警机、苏35以及苏34等先进飞机。要知道，在美军中，爱国者一般都会固定部署在重要战略目标附近，执行要地防空任务。如今，乌克兰在前线机动部署，势必会增加爱国者的作战风险。但如果乌克兰可以装备足够的防空，那就没必要使用这项战术了。关于这一点，还是要看北约盟友的，你们觉得呢？接下来是关于 F-16 的分析，来讨论一下乌军该如何使用 F-16 作战，以及首批 F-16 参战时面临的几大困境。其实，从 F-16 援乌的消息传出之后，这架战机就一直是火力军频道的常客。如今 F-16 真的到了，那乌军又该怎么去运用呢？在乌军装备 F-16 之后，凭借这架作战能力更强、飞行速度更快以及作战办公更大的战机，黑海方向可能会是乌军的重点方向，针对俄罗斯海军舰队与半岛上的军事目标会有更好的打击效果。如果乌军在 F-16 上挂载对地对海武器，将会提高针对克里米亚主要目标的毁伤能力，包括俄军机场、防空阵地以及其他军事设施。如果挂载鱼叉等反舰导弹，还能继续针对已经撤出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配合无人机与无人艇对当前黑海舰队基地继续发动攻击。另外，乌军可能会让 F-16 扮演飞行炮兵的角色，通过挂载精确制导武器，在前线作战区域执行掩护与支援任务，以便乌军能尽快发动反攻。最后 F-16 可能还会直接前往前线，与俄空天军的战机进行正面交战。不过考虑到北约盟友援助的 F-16 战机都是早期型号，空战能力提升有效，但也不排除乌军会让 F-16 与地面火力配合，在与俄空天军交战时佯装逃跑，将俄军战机引入乌军防空部队的伏击圈内。不管如何运用这款战机，也不管是否能带来碾压式的优势，但可以肯定的是，乌军空中力量都将得到大幅提升。然而，想要部署这款战机，乌克兰还是会面临几个困境。首先呢，就是安全问题。伦敦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航空分析师贾斯廷·布朗克表示，近段时间以来，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境内的机场不断发动袭击。在上月月底，俄军开始在战场上使用新式武器，装备了技术弹药战斗部的巡航导弹，目的是破坏乌军机场跑道，从而削弱 F-16 的战斗力。要知道 F-16 多用途战斗机的缺点之一就是对跑道的要求非常高，在进行起降时，跑道的长度需要足够长，而且必须平整。目前乌克兰境内仅有少数机场符合目标，而这些机场也一直是俄军侦察的目标。一旦乌军在这些符合要求的机场部署 F-16 之后，俄军很可能会发动针对这些机场的袭击，来阻止乌军 F-16 战机的升空。其次呢，是 F-16 的装备。
将对乌军飞行员的训练与操作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根据公开消息显示，目前有100余名飞行员正在接受北约方面的培训，截至目前仅有50名飞行员完成训练。然而，根据美国智库的说法，乌军想要成功发展基于陆地行动的空中支援，那就需要拥有12个 F-16中队，相当于216架飞机，分别为压制防空、空中拦截以及空中作战，分配4个中队。如果再考虑到战场损失等情况，这就意味着乌克兰需要216名以上的飞行员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所以，飞行员的培训将成为乌军 F-16战斗力形成的关键。然后就是 F-16的使用条件可能会有限制。根据美国媒体报道，部分援助 F-16战机的北约国家禁止乌克兰在俄本土领空使用本国援助的 F-16战机。另外，还有部分国家可能会限制 F-16向俄本土发射空地导弹。当然，火力军认为这些不算什么大问题，毕竟北约制式武器的红线是根据俄乌战场变化而变化的。当初北约援助巡航导弹的时候，不是也不让乌军打击俄本土吗？所以这些都不算事儿。F-16参战的最后一个困境就是乌克兰需要更多的防空系统来保护 F-16， 以及部署 F-16机场。关于这一点，北约峰会上已经有了答案，而这个问题也已经在前面讲了。随着越来越多的 F-16与防空系统交付给乌克兰，俄乌双方围绕制空权的掌控也将爆发更加激烈的争夺。这就意味着双方在使用进攻性武器向对方境内发动袭击的次数也可能会增多。所以，乌克兰 F-16计划的推进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挑战。从飞行员培训到 F-16装备空军，再到战场效能的显示考虑。尽管如此，但火力军认为，虽然 F-16的到来不足以完全改变战场态势，但却可以显著增强乌克兰空军的战术灵活性与打击能力。而且 F-16的到来依旧是乌克兰空军现代化转向的重要一步。据英媒《金融快报》7月15日报道，印度正在向俄罗斯争取生产出口苏30，并已取得初步进展。由于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争，自身武器短缺，已经出现挪用出口武器的情况，其中就包含出口给印度的 T-90坦克。按照印俄之前的协议，印度只是把 T-90坦克送回俄罗斯进行保养维护，但是俄罗斯却将其派往了前线，并且据中时新闻网报道显示，目前已经有多辆 T-90坦克被摧毁成了废铁。印度本可以以此来控告俄罗斯违约，但是事情发生后并未有消息传出。曾有专业人士对此分析称，关于印度向俄罗斯争取生产出口苏30一事，很有可能是莫迪就上述违约事件在进行谈判，逼迫俄罗斯同意在印度进行生产、销售苏30等相关业务。据警报5报道，目前俄罗斯已经初步同意苏30出口计划，印度国防部也证实了此消息。俄罗斯为了巩固两国战略关系，现已同意由印度生产和销售苏30。对此，莫迪表示，印度没有俄罗斯那么严重的外交困境，在本土实现苏30自产，可以有效增强印度的航天专业技术，促进国防制造业的自力更生，是当前推动印度国防自主化的重要一环。据中时新闻网7月15日报道，美国有一个弹道导弹防御基地目前已经开始正式运作，此举标志着北约导弹防御网得到进一步加强。据悉，这座基地位于波兰，它以伯克级 Flag 2A 型的防空系统为蓝本，进行陆上化整修而成，拥有着目前最先进的导弹防卫系统，被称为陆上神盾。它采用 SPY-7 雷达与标准3拦截导弹，可以有效加强北约区域内的空域探测追踪，并对敌袭导弹进行全面拦截。SPY-7 是 SPY 系列的先进版本，它基于固态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预警雷达，整体由单个固态雷达块组成，即使在进行维护时也能实现连续覆盖，是美国陆基中段防御反导弹系统的重要部分。至于装备的标准3导弹，目前最新型版本是 Block 2系列，其作战范围达到了惊人的900公里，最高时速高达 8.7 马赫，可以有效对抗各种弹道导弹，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除了波兰以外，罗马尼亚也有一座神盾战，加上土耳其的 AN-TPY-2 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海军驻扎于西班牙的数艘伯克级神盾驱逐舰，这些力量结合起来，已经为欧洲搭建了一套全面的防御网。据战区7月15日报道，俄罗斯使用苏34向乌克兰发射了多枚重达3000公斤的空中滑翔炸弹 FAB-3000。此前，一支苏34携带的最重武器是1500斤，为了能够正常使用 FAB-3000，俄军开发了新版 UMPK， 增加了弹出式机翼套件和制导包。当 FAB-3000与尾部套件配对后，就能使其变成一种可以造成相当大破坏力的对峙制导武器。它的装弹药在 1.2 吨到 1.4 吨之间不等，
落地后能够产生30米的弹坑，炸弹爆炸产生的杀伤范围足足有1200米。在该范围内，所有军事目标都会被强势摧毁。俄军特意发布了使用该炸弹进攻过程的视频。按照俄军的说法，此次使用 FAB-3000对乌军的一个临时据点进行了打击，因为该据点部队曾在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展开过针对俄军的军事行动。事后，一些乌克兰专家称，这是一种堪比战术核武器的炸弹。鉴于俄罗斯国防部曾对外宣称，已于今年3月底对 FAB-3000启动量产计划，乌军猜测，目前俄军已生产数百枚。FAB-3000的出现对于乌军来说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它摧毁的不仅仅是乌军驻地，还会间接影响到乌军的心理防线。对此，目前乌军正在尝试对现有的防空战术做出新的规划，以应对俄罗斯这种残暴的攻击。据西班牙媒体7月9日报道，土耳其罗科桑特公司开始实施卡基尔导弹量产计划，准备进军国际市场。卡基尔导弹是一种3军通用的模块化导弹，采用正常式气动外形布局和弹体结构，弹体下部有固定式进气道，采用4片弹翼与梯形尾舵，弹体比较小，直径仅 0.275 米，采用固体火箭助推器与 KTG1750 涡喷发动机推进，飞行速度0.75到0.85马赫，射程150公里，采用中段 INS GPS 制导，还配备了雷达高度计、气压高度计和地形匹配制导。弹体上还有雷达吸波材料，可以贴近水面飞行，具有极强的地形跟踪能力。卡基尔导弹可以进行多平台发射，包括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无人机、无人艇等，具有极高的灵活使用度。Roketsan 表示，后续还计划对卡基尔导弹进行家族化，包括开发卡基尔对陆巡航导弹、卡基尔反舰导弹、卡基利尔电子战导弹等多功能性导弹。据中时新闻网7月9日报道，美国、德国、卢森堡3个国家在施潘达勒姆空军基地举行了一场别出心裁的跨国军犬训练。各种军犬与训犬员在多种环境下执行了搜索爆炸物、失踪人员以及模拟嫌犯演练等训练任务。此外，还让军犬救护专家使用先进的犬类医疗救助仪器对演练军犬进行了模拟救护程序。美国认为，虽然各国军犬和相应的机构都具备专业能力，但不同国家之间的训练方式存在差异，必须要通过交流才能克服。这场训练不仅有助于提升各国军犬的专业能力，还能够强化彼此之间的配合能力，产生更默契的互通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了。你们觉得 F-16装备乌克兰之后还将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在黑海舰队完全撤出克里米亚之后，乌军又会对其发动怎样的袭击？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